开录了，让大伙儿都来欣赏下。咱们东华大学最会照本宣科的老古董讲师。学这玩意儿有啥用？毕业去博物馆扫地吗？还不如听网红讲讲野史八卦。陆老师，您这是在进行默哀仪式，悼念这门课的未来吗？陆驰元，听不懂人话，这课你还想不想上了？不想上就滚，别在这当木头桩子碍眼。小月，你那封举报信真的交到院里了？交了。这种人根本不配当老师。可万一学校说证据不足，他把我准备了半年的原创本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去发表，聊天记录和草稿我都有。你觉得我是在编故事吗？我不是在救人吗？这里是哪儿？我竟然换了个身体，还穿到了一个窃取学生学术成果的人渣身上。历史文化主题投资，好家伙，不仅是学术小偷，还是个被文化传销骗了20万高利贷的蠢货。哟，大家快看，他心虚了，被小月说到痛处，站都站不稳了。这种人讲的东西就是一堆废纸，窃贼，滚出东华大学！滚出去！别在这恶心人了！窃贼，滚出东华大学！滚出去！王浩然，你玩王朝报业对吧？主玩上单，是又怎么样？你还偷窥学生隐私？一个问题，5人团战，双方僵持，兵线在中路。此刻地图上最重要的战略位置是哪里？那肯定是远古龙坑啊，谁拿到龙魂谁赢。错。是这里。河道中央草丛，它能同时监控上下野区，辐射2条兵线，是信息和支援的枢纽。公元前206年，刘邦正是扼守住了这个位置，武关才得以先于项羽进入关中。游戏里的河道草丛和历史上的武关、潼关、山海关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这种用最小的兵力就能控制最大范围通路，迟滞敌方主力，获得巨大信息优势的地点，在军事史上我们称之为战略要冲。检测到有效教学，4名学生理解战略要冲的现代应用，奖励初级战场复盘推演能力。真的可以？那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发育超神的英雄不能独自带线推到对方基地？秦楚月同学，你来回答。因为愚蠢，没有队友掩护会被对方5个人集火围杀。说对了一半。更深层的原因是后勤。你们的英雄需要兵线才能对防御塔造成有效伤害，这波兵线就是你们的后勤补给线，兵线断了你就断了补给，孤军深入再强也是死路一条。19世纪初，拿破仑带领50万大军远征俄国，最后惨败，因为俄国人坚壁清河，后勤线被无限拉长，最终断绝，50万大军冻死饿死在广袤的雪原上。这只是一个开始，历史的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你们的游戏，甚至是商业竞争，你们觉得学历史除了考试还有什么用？了解过去。太笼统了。我告诉你们，历史最大的用处是预测未来。预测未来？陆老师，你这是讲历史还是算命啊？问得好，当然不是算命。你们知道现在电商平台东购和优社会打得不可开交吧？各种补贴，烧钱大战。那我今天就用一场2000年前的战役给你们分析一下，这场烧钱大战
谁会赢，谁会输。我们就用官渡之战的模型。官渡之战，袁绍兵力10倍于曹操，粮草充足，猛将如云，像不像现在铺天盖地打广告？疯狂补贴的优选会，而曹操兵少将寡，但精锐，每一步都精打细算。像不像另一家虽然低调，但供应链和现金流都更健康的东购？袁绍输在哪儿？输在他看似庞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屯粮种地，乌缟。他的所有补给都介于此地，只要乌巢被端，袁绍大军不战自溃。商业也是一样，看似强大的优选会，极度依赖他在东南亚的单一核心供应商，那就是他的乌巢。效果暴击！当前课堂27名学生深度理解历史模型在商业史推演中的应用。宿主获得奖励，可洞察并预判关键节点的因果链。官渡之战，曹操火烧乌巢，而优选会的乌巢也快着火了。明天，他的核心供应商会爆出重大劳工丑闻，供应链断裂。这不是算命，是基于历史模型的推演，当然不构成投资建议。陆老师，你以前不讲这些的。以前的那个我已经死了。你录下来了，全录下来了。明天，一切都将见分晓，要么一飞冲天，要么万劫不复。周院长，陆老师，你别动，就待在原地，告诉我网上那段视频到底怎么回事？校宣传办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院长，视频内容都是真实的，是我基于历史模型做出的推演。推演？全网都在盯着我们东华大学，等着看你这个推演的结果。你知道这给学校带来多大舆论压力吗？你周五的考核……什么？马校长办公室也打电话来问了。好，我知道了。陆志远，这件事在有定论之前，你暂时不用参加考核了，但你好自为之。我靠，真的跌了！历史课还能这么用，我傻了。幸好我没买，做空的是不是赚翻了？跌破8%了，陆老师牛逼！历史真的可以预测未来。皇宫，您看，预测精准到个位数，提前指出了原因。我们情报3处花了1周才确认的动向，他提前24小时就知道了。偶然还是背后有人？数据情报中心分析过了，推尔出这个结果概率低于1/1000，这更像是一种未知的推演能力。这种不可控的人才，要么为我所用，要么就是巨大的风险。启动3级背景核查，我要知道他从出生到现在每1分钟都在做什么。是。皇宫 ，S 级背景核查的初步结果出来了。历史系硕士，东华大学讲师，社会关系简单，无出境记录，财务状况极度糟糕，背着速达金付20万的债务。他的知识资产和现实资产存在巨大鸿沟，这种不平衡状态是理想的策反突破口。您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枪接触，将他纳入我们的军事顾问体系？不，一个能用官渡之战推演股市的人，还是在对赤壁之战推演海湾情报？情报？觉得他是间谍？在我们介入之前，必须查清他身边是否还有其他观众，不能打草惊蛇。找个眼睛最利使的游隼，去他的课堂当一只麻雀。我要知道他每天接触的每一个人，手机安装的每一个软件，收到的每一份快递。是，我马上去安排萧然。新任务，观察哨，丙级，这种小事也需要我？队长，让我一个外勤组的去大学里当旁听生，这是什么新式团建活动吗？这是皇宫亲自下的指令，目标有 S 级潜在风险，代号预言家。收到，保证完成带薪休假任务。
小月，你快看，扫研的加分试则出来了，我们再不争取就晚了。你真的要为了一封不知道有没有结果的信放弃这一切吗？可是什么？现在陆之源是学校的红人，全网的神级教师。我们这时候递信，学校只会觉得我们是嫉妒，是诬告。我们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那就让他继续当他的神，然后去伤害更多的人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怕你吃亏。我们斗不过的，菲菲。正因为他现在是神，我们才更要把他拉回到人的审判席上。保研没了可以再考，但有些事儿如果现在不做，我会后悔一辈子。走吧，别想了，我请你喝奶茶，全糖去冰。哎呀，我们去东门那家新开的店看看。小月，我们走吧，别看了，这有什么好看的？他为什么赚了那么多钱，却在这里吃一碗10块钱的面？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说不定是故意作秀呢。我们快走。历史给人的最大教训，就是人从不吸取教训。但如果我能让他们看到历史的规律，是不是就能帮他们看透事物的本质，掌握改变自身命运的钥匙？白鹿，别给脸不要脸！我爸是校董钱玉，让你陪我们喝杯酒，是给你面子。放开我，我不认识你们。嘿，现在不就认识了？走吧，别扫兴。放开他！你他妈谁呀？英雄救美，滚远点！历史推演系统激活，遭遇武力威胁，推演战术模型，匹配成功。太极拳借力打力。大哥，操！你敢动我？那里有监控，想上学校的头条新闻吗？校董之子当众欺凌女同学。哥，算了，别把事情闹大。你给我等着！白鹿同学，你没事吧？陆老师，谢谢你。他们已经走了，你安全了。你可以给你信任人打个电话，让他们来接你。像他们这样的权贵子弟，从古至今行事逻辑从未变过。受了辱不会诉出公理，只会动用权力。他们不会报警的，他们只会叫来他们的父亲。所以，战斗才刚刚开始。他们的父亲是钱玉校董，我们斗不过他的。陆之源，你又对他做了什么？不是的，小月。都冷静！我刚接到安保中心的警报，说这里的智能探头检测到冲突。刘建军，您来的正好，又是他。我这里有监控中心同步过来的视频回放，你们自己看。白鹿同学，你受惊了。不过这件事儿可能需要我们从长计议。那2位同学的父亲是钱玉校董，他最近刚为学校捐赠了人工石实验了，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当然，学校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英才实验正好有一个保送名额，只要你这边能顾全大局，院里可以破格推荐你。原来是拿委屈换来的。刘建军老师，监控也拍到了，事实很清楚。既然是骚扰，那就按校规走。请您回去给那2位同学做一份正式的违纪处分记录，让他们签字确认。不管他父亲是谁，在东华大学的土地上对女同学动手动脚，就必须有个书面说法。东华大学建校100年，风骨长存。今日若为一时之力折腰，他日史书公笔，又该如何记载我校之名节？秦小月同学、白鹿同学、柳菲菲同学，今天的事儿解决了，但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说清楚。关于那份省级教学创新大赛的剧本，是我的错。我为过去那个剽窃成果、卑劣无耻的我，向你们郑重道歉，对不起。那
明天下午他的课我们还去不去？同学们，今天教你们如何用这门课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哈哈，一门历史课教防身吗？简直就是小丑跳梁。纠正一下，是跳梁小丑。那你敢不敢和我比划比划？我还就不信了，你那点历史知识能和我的力量对抗？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就比划一下吧，点到为止。我去，那家伙一巴掌能把他打进墙缝里了，抠都抠不出来。行，这可是你说的。这是什么招数？不是擒拿，也不是散打。明代，戚继光整合民间武艺，与战场搏杀术编练绩效新书。他强调，对敌不可力敌，要识其势，成其细。高进同学力量很足，但势头太猛，中门大开，这在战场上叫有勇无谋。我刚才做的不是挡住他的力量，而是顺着他的势，帮他更快地把力气用完。古代兵法讲究以正合，以奇胜。正面战场上千军万马是正，而决定胜负的往往是那支能穿插到敌人后方直取帅庭的骑兵。刚才高进同学的拳头是正，而我攻击的是他最不设防的重心。无论是战场还是信息场，最有效的打击永远是精准找到对方的要害。你不需要摧毁整支军队，只需要在最关键的时刻切断他最脆弱的咽喉。紧急上报，目标能力超出认知模型，请求启动最高等级评估。历史教给我们的不只是成败兴衰，更是一套在绝境中寻找生机的生存逻辑。刚才你们看到的不是什么绝技，那只是一个最基础的历史应用题，如何在力量、信息、资源全面处于劣势时，创造一个对方无法忽视、必须回应的破局点。破局点，我还在想他怎么躲，他却在计算我反应的极限。这不是体能的差距，是思维层面的碾压。记住，历史上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靠蛮力。面对无法战胜的敌人，你的目标不是赢得战争，而是赢得生存的权利。对，不是等别人来救，而是自己创造活下去的机会。这种思维在古代是刺客的一次刺杀，是信使的一次突围，在现代可以是商业谈判中一句扭转乾坤的话，也可以是你们在面对潜在威胁时一个能让自己安全脱身的策略。我的天，这才是历史的正确打开方式，以前那些都是什么玩意儿？这哪里是历史课，这简直是生存指南。他在用最直观的方式，向一群普通大学生传授本该被列为 S 级保密等级的非对称博弈理论。他把最危险的战略思想包装成了通俗易懂的历史课。陆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小月，您刚才提到的创造破局点，如果是在像长平之战那种双方信息已经高度透明、实力完全被锁死的对峙中，弱势方是否还有机会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新的信息变量？创造新的信息差，本质是改变战场维度。当所有人都盯着棋盘时，你要做的是掀翻棋盘。掀翻棋盘？长平之战，赵军以为比的是消耗，秦军却把战争升级为对统帅心理的攻击，白棋委败，诱敌深入，这本身就是创造了一个秦军已败的虚假信息。信息透明
只是表象。人心、士气、后勤、天气，每一个变量都可以成为你制造信息差的杠杆。记住，历史从不重复，但人性的弱点总在重复。小月，我们走吧。菲菲，我好像错了。啊？所以，你真的去校纪律委员会申请暂缓处理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会当场……现在的证据根本扳不倒他。学校一句查无实据，就能把一切压下去。我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可他今天救了白鹿，讲的课也感觉不像坏人。在没看清他到底是谁之前，我选择等待。我不是放弃，而是要等一个能让他无法辩驳、一击致命的机会。观察吗？也好。前身那个混蛋到底对他做了什么？秦景月，历史系最有天赋的学生之一。他那篇关于明代基层宗族变变的论文，本有机会入选国家级的青年学者扶持机会。就因为那篇论文触及了前身导师的某个错误观点，他就用这种学术羞辱的方式，毁掉了一个学生最重要的机会。这些债，我来还。不对劲，那两个人的配合，一个负责搭讪吸引注意力，另一个从视觉死角靠近，行动路线精准，撤退时毫不拖泥带水。这不是流氓的临时起义，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双人游骑兵斥头战术，专门用于小范围的骚扰和抓捕。求知路上有组织性的犯罪，一个利用古代战术的犯罪网络就隐藏在校园里。这个红点是破局的关键。陆老师，你火了，你彻底火了！我把你用官斗之战分析商业竞争的课剪了个精华版，昨天半夜发的，现在播放量已经破2000万了，评论区都炸了。他们说以前的历史课都白上了。影响力已经出圈了吗？正好，明天的考核需要一点声势，就用历史经济学模型来做一次公开推演，推演一下新出台的那个新能源补贴政策会对校董前域的产业造成多大的冲击。陆老师，不好了，你快看学校论坛。胡启明，历史系的泰斗，最重考据，最厌恶所谓的经世致用，将厚重的历史庸俗化为商战权谋的工具观，是对历史的亵渎，此风断不可长。为维护我系学术声誉，本人已向院方申请加入陆之源教师的教学考核组。对于这种哗众取宠的教学方式，必须从严从重审查。陆老师，胡教授这是要公开处笑你啊！他那一票否决权，谁都扛不住。想用旧时代的规则来审判我，可惜他们连这个时代的考卷都没见过。
各位评委，各位同学，上午好。我今天的考核内容是一次公开推演。推演？陆讲师，这是历史系的教学考核，不是证券公司的策略分析会，请注意你的用词和教学范围。胡教授，历史本身就是最大规模的策略分析，我今天要推演的正是历史的必然。疯了！他要当着胡启明的面直接向校董开炮，荒唐！陆志远，你这是哗众取宠、挟私报复，把严肃的学术讲台当成你攻击他人的工具。胡教授，我只是在用历史经济学模型分析一项公开政策可能带来的产业影响。如果事实本身令人不快，那是事实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清代末年，漕运，也就是内陆运河运输，是维系帝国南北物资调度的命脉，沿岸城市因此繁荣百年。但当海运技术成熟，朝廷政策稍一倾斜，短短10年，运河淤塞，商号倒闭，百万漕工失业，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庞大产业链瞬间崩塌。用陈年旧事来危言耸听，这就是你的模型，牵强附会。这不是复合，是逻辑。决定一个产业生死的，从来不是它过去的辉煌，而是它在新的资源配置体系中的位置。新能源补贴看似只是补贴了电车，但它真正改变的是能源的运输和分配网络。过去依赖公路和铁路的化石燃料运输体系，就像当年的漕运。当电网成为新的高速公路，当充电桩取代加油站，这些曾经的现金牛业务会以多快的速度萎缩？我们可以用历史数据来计算漕运衰退速度，加海运技术迭代周期，带入今天的政策力度和电网铺设速度，模型预测未来3年，钱玉集团的核心业务市场占额将萎缩40%。一派胡言！你这是在扰乱市场，你负得起这个责吗？负不负责，市场会告诉我。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敏锐的诗人，他们听懂了历史的韵脚。各位老师，我想问，如果钱玉集团动用雄厚资本，强行收购新能源企业，或者游说政策，能不能逆转这个历史必然？很好的问题，这就是兵法中的以正合，以奇胜。他用资本正面对抗是正，但历史给出了无数奇的解法，比如汉初的白门之围，刘邦被围，看似死局，但陈平用反间计，从匈奴叶子这个最不可能的突破口撕开了生路。真正的博弈，看的不是谁的拳头更硬，而是谁能找到那个意想不到的骑兵。下课。陆老师，我是旁听的学生，您的推演非常精彩，只是您在模型里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权重赋值似乎低于常规的宏观分析模型，能请教一下您考虑和考量吗？这个问题超出了学生的范畴，这不是在问历史，站在身体保持一个绝对安全的距离，进可攻，退可守。他的眼神看似在请教，余光却始终在观察我的微表情和手部动作。这种行为模式与历史推演系统中宋代皇城司高级探视人员的近身试探特征高度吻合。一个伪装成学生的专业人士，他到底是谁？报告处长，这是目标人物陆之源在东华大学考核课上的全部影像。我们请军史部的程新东教授和非遗中心的武术顾问共同做了分析。程教授的意见是，他用来制服高进的擒拿手法，在发力、角度和关节控制上都带有明代戚家军传战短打的影子。那是一种在狭窄、摇晃空间内一击制敌的失传武术。失传武术？可他的背景调查……这就是最矛盾的地方。所有武术协会、搏击俱乐部都没有他的名字，连健身房的会员记录也是空白。但另一方面，他的个人征信一塌糊涂，4张信用卡全部逾期，3家网贷平台轮番催收。意思是，境外势力不会花5年时间，投入上百万美元，去培养一个连自己征信都管理不好的资产。是，他不是任何一方的棋子，他更像一个凭空出现的变数。处长，恕我直言，就算他有些特殊，本质上也只是一个历史老师。我们投入 S 级保密级别的资源去监控他，是不是
历史老师，一个能用盐铁论的博弈模型就推演出未来半年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人，在经济战里是什么角色？一个能凭几张照片就还原出犯罪团伙组织架构和行动逻辑的人，在反恐领域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每年投入上百亿构建预警系统，就是为了找到这种人。现在他自己浮出水面，你却告诉我他只是个老师？是萧然的加密通讯，他就在现场。接进来。处长，目标课程已结束，现场人员混杂，但目标正走向僻静的休息区，预计有3分钟的窗口期。是否执行预定接触方案？你的判断，我认为可以。他刚刚完成了一场高强度的智力博弈，心理防线最低，用我们准备好的问题，有70%把握能试出他的深浅。批准执行。开启单向回传，我们要看实时画面。是。陆老师，我是旁听的学生，您的推演非常精彩。只是您在模型里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权重赋值似乎低于常规的宏观分析模型，能请教一下您的考量吗？他知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雷震，在。陆职员的评估等级从潜在威胁提升为特级战略。另外，那条境外资金的线才是我们真正的主菜。让萧然继续，但别陷得太深。我们钓的是大鱼，别被这条过江的龙搅乱了整个池子。这位同学，你的问题问的不是地缘政治，而是我的思维框架。陆老师，我只是对您的模型感到好奇。好奇？你站立时双脚与肩同宽，重心后正，这是一个随时可以发力或后撤的戒备姿态。你提问时视线看似专注，余光却在观察我的手部与喉结。你在评估我的威胁等级，他的呼吸频率没有丝毫变化，心理素质极高，不是普通的军警，是受过特殊训练的情报人员。所以，我该如何称呼你？同学，还是某个部门派来的观察员？战略情报总主萧然，找我有什么事？陆老师，你的公开课影响力巨大，你的言论已具备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希望你注意对历史的解读可能带来的现实后果。后果？你们担心我几句课堂上的推演，却对校园里真正的毒瘤视而不见。什么意思？与其派人来听我的课，不如去查查一个叫速达金服的组织。他们用最原始的套路，正在这所大学里进行一场无声的围猎，高额的利息，暴力的催烧，已经有学生被逼到退学的边缘。校园贷是经侦范畴，我们有我们的任务。千里之堤，毁于蚁荒。当一个国家最顶尖学府里的未来人才被这些金融蛀虫从根基上腐蚀，你们的任务又有什么意义？我之前发现的，利用汉代斥候双人组渗透战术进行骚扰的团伙，和这个速达金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是普通的金融犯罪，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针对未来精英的精准打击。这份现实后果，你们接得住吗？我会如实上报。对象已接触，此人反侦查能力极强，已完全掌握我方意图。他反向提供了一条关于苏联金服的线索，建议刚刚那个人，无论是站姿、提问方式，还是眼神里的警惕，都指向了最顶级的专业人员。看来麻烦比我想象的要大。不过，再大的麻烦也得先解决眼前的麻烦。历史推演系统能预判下一个文创爆款，能推演股市走向。可惜前身把个人信用败得一干二净，10几万的债务，别说启动资金，连最基础的杠杆都撬不动。空有屠龙之计，却被一把生锈的锁锁住了手脚。喂，陆老师您好，我是速达大数据风控模型克空李道，
您最近可能有一些暂时的资金周转需求。大数据风控不过是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说辞。陆老师别误会，我们不是催收，恰恰相反，是想给您提供一个机会。我们公司非常看好东华大学的市场潜力，正在招募一位校园金融合伙人。校园金融合伙人，青春助力金，听起来冠冕堂皇，内核不过是古代9出13规的现代翻版，专门收割这些没有社会经验的学生。陆老师，您考虑一下，这可是双赢啊！关于悬赏征集校园内非法金融活动线索的通知，经核实并协助破获，最高奖励20万。刚瞅怎么破局，这不就有人把钥匙送上门了？听起来不错，不过我得先了解清楚业务模式和合规性，万一不正规，我作为老师担不起这个责任。陆老师您放心，好，我们绝对正规。那你把全套的校园信贷专员合作协议、客户贷款申期处理标准流程模板都发到我邮箱，我得先学习学习。没问题，还是陆老师您考虑的周到，到时候咱们一起发财。先看资料再说。怎么了？跑这么急？他果然没变。谁？陆之琼，我刚才亲耳听到他在打电话，他在搞学术交易。你会不会听错了？我听得清清楚楚。他说我这边有个学生急着保研，你那最快的渠道是哪家？还提到了什么核心期刊包过协议。小月，他这是在把学生往火坑里推。他不像会做这种事的人。你是不是因为他救了你一次，就觉得他什么都是好的了？你忘了李师兄了吗？当初李师兄就是信了这种能走捷径的鬼桃，结果呢，一辈子都毁了。这种事儿一旦沾上，学术生命就全完了。我怕你又被他骗了。我昨天刚撤了对他的举报信，我以为他真的变了。菲菲，我懂你的担心，但正因为我们上次就差点冤枉了他，这一次我不能只听几句话就再做一个以后可能后悔的决定。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编的？我没说你编，我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确凿的答案。下午的省级教学创新大赛选拔课，我会去。你去干什么？就在他的选拔课上，当着所有评委和同学的面，我要他亲口给我一个解释。如果他说不清楚，我不会再给他第3次机会，我会把你录下的音直接交给学校的学术城镇委员会。各位老师、同学们，下午好。今天是我参加省级教学创新大赛的选拔课。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人觉得历史就是背不完的年代和人名，枯燥乏味。但今天，我想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来谈谈历史的另一种用处。我们可以把刘邦和项羽看作2家初创公司的 CPO， 他们的目标是拼购已经破产的大秦帝国，成为市场的唯一霸主。项羽的项氏集团开局就是天胡，他本人是顶级技术大牛，战无不胜，团队核心都是江东子弟兵，忠诚度极高，市场声望也一时无两。而刘邦的刘氏集团呢，要人没人，要钱没钱， CEO 本人还有一堆黑历史。但为什么最后是刘氏集团上市敲冰了？因为项氏集团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它的供应链管理，也就是后勤一塌糊涂。这就是项羽的补给线，每一次前方打仗，后方都需要消耗海量资源。而刘邦呢，他占据关中，以逸待劳，玩的是现金流战术。这就好像一家公司产品再好，如果资金链断了，随时都会猝死。历史的胜负手往往不在于战场上的奇谋，而在于后勤表上那些枯燥的数字。陆老师，你讲的这些东西很有趣，也很新潮。但我想提醒你，你现在上的是古代史的教学选拔课，不是什么商业管理案例分析课。
教学大纲上写的清清楚楚，本阶段的教学重点是秦汉的制度赶接，魏晋的门阀政治，隋唐的科举与3省6部制。你现在讲的这些所谓的企业并购、供应链管理，跟我们的教学大纲有半点关系吗？治学之道，首重严谨，不重考据，不讲传承，一味追求所谓的经世致用，搞这些哗众取宠的东西，这只会教出一批眼高手低、根基全无的学生。你这是在用他们的前途换取你个人的名声，这是对学术、对学生极大的不负责任。胡教授，您说的没错。治学首重严谨，但严谨不等于激化。燕京大学的学生大3就能以顾问助理的身份参与国家级智库的课题，他们研究历史周期率如何影响今天的地缘政治，他们的报告甚至会出现在决策者的案头。请问胡教授，这些内容在大纲的第几页？名校之所以是名校，不是因为大纲写得好，而是因为他们的教学永远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而我们呢？我们还在逼着学生用最宝贵的年华去背诵300年前就已尘埃奠定的知识点。知识如果不能为现实解惑，那它就不是财而是负担。我们教的不是历史，是历史的尸体。一派胡言，你这是在偷换概念。就算你巧舌如簧，也改变不了你哗众取宠的本质。卢老师，你说的这些都很好听，是理想主义。但现实呢？现实是东华大学的学生有几个能进国家智库？有几个能去改变世界？他们绝大多数的未来就是考个编，当个中学老师，过完安稳的一生，这已经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你现在给他们讲什么地缘政治，什么金融风控，不是在帮他们，是在害他们。等他们考研的时候，连最基本的史实年表都答不出来，被一票否决的时候，你负责吗？胡教授，您认为历史是固执堆，是经验主义的桎梏。我不否认，如果只是死记硬背，历史确实如此，但那不是他们的错，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尘封千年的案例究竟是多么锋利的武器。历史教我们从无数次兴衰成败中看清人性的逻辑，洞察权力的流转，预判危机的走向。汉尼拔为什么能以少胜多？因为他预判了罗马人的傲慢。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因为他触动了整个利益集团的根基。这些不是故事，是最高维度的沙盘推演，是未来你们走上社会，成为决策者、创业者，乃至一个家庭主心骨时最宝贵的决策模型。我不指望他们每个人都成为改写历史的伟人，但我坚信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手中的知识成为被资本、被算法、被他人命运裹挟的尘埃。我凭什么不能相信，他们之中会走出未来的战略家、决策者？和能洞察人心与时局的领航人。陆老师，您的教学热情和观点非常有启发性，但教学考核有规定的流程，评审意见我们会在评分表上体现。课堂上的个人辩论还是先到此为止吧。主任说的是，那么就让我们进入考核的最后一个环节——学生问答。今天我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任何问题我绝不回避。谁有问题，站起来问。陆老师，你为什么要和速达金服的人合作？今天中午，有人亲耳听到你在打电话，答应对方介绍学生去贷款，一单提成1000块。我们宿舍的孟佳，去年就是因为陷进了这种校园贷，才被迫退学，他家差点就散了。我想问你，陆老师，你站在讲台上引经据趣，教我们以史为鉴，洞察人心，难道就是为了用这些屠龙之术，把我们这些信任你的学生当成你敛财的猎物吗？孟佳，去年9月，因为3万块的债务，被迫退学。我说的对吗？他的债还清了吗？他爸把家里准备翻修老房子的钱拿出来才还上的。放贷的人呢？受到惩罚了吗？不知道，那个平台关了，听说换了个名字又开了，跟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你听到的那通电话内容没错。我确实在电话里假意答应了对方，就是为了拿到他手上关于速达金服的内部组织架构和核心成员信息。这在情报学里
叫反间计。要摧毁一个盘根切节的组织，必须先成为他们最信任的自己人。你的怀疑是对的，任何一个有正义感、有同理心的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得出和你一样的结论。所以，你不需要为今天的勇敢提问道歉。但有一件事儿，我需要你帮我。历史上无数秘密组织都是靠着不断变换名号来躲避追查的。你刚才说，孟家界的那个平台换了新名字。你知道他现在叫什么吗？我在电话里听到的名字是速达金服，他们对外从不用这个名字。孟家出事时，那个平台叫未来星大学生扶持计划，他被举报关停后，最近又换了个马甲，叫青鹰之翼，宣传手法和目标人群都一模一样，但背后的运营公司肯定还是速达金服。很好，母公司叫速达金服，旗下有不断更换马甲的贷款产品未来星、青鹰之翼，这才是完整的组织画像。谢谢你，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只要拿到合同，我就可以帮你逆向推算出它的真实利率模型。但通过各种服务费、手续费和麻薯叠加，实际年化利率能超过法律红线的数倍，这就是速达金服的合法外衣。我去联系孟家的家人拿合同。小月，你真信他了？他前科累累。我不信他，但我信证据。他刚才画的那个模型，如果合同能对上，就说明他真的懂。万一他还是骗我们，只是想利用我们洗白自己呢？那就让他原形毕露。只要拿到合同，他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一试便知。他居然能用伯罗奔尼亚战争的后勤崩溃模型来类比现代企业的供应链金融风险，这思路太野了。我教了半辈子历史，今天是真开了眼。不只是思路，课堂互动深度和学生参与度，是我主持考核以来前所未见的。陆之远老师，本次教学考核综合评分105分。105分，满分不是100吗？肯定是陆老师讲的太牛了，评委都觉得100分不够给。志远，今天干得漂亮，不光是课讲得好，危机处理也堪称典范。都是我分内之事，不用谦虚。我找你来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省里要举办省级教学创新大赛，每个学校只有1个名额。我想让你代表东华大学去。省级大赛，一个公开的、全省瞩目的舞台，正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公开推演历史上那些庞大黑色利益集团的洗钱模型和组织架构演变，把速达金服当成活生生的现代案例来剖析。这样一来，既能把证据公之于众，又能向一直监视我的战略情报总局展示我无可替代的被观察及主动出击，让他们来找我合作。怎么样？有信心吗？这次的对手可都是全省的顶尖高手，何德明那边也会动用他的人脉给你使绊子。历史本就是强者的舞台，省级大赛，一个全省瞩目的公开舞台，正好可以把速达金服当成历史上的黑色利益集团，做一次现代案例的公开推演。陆老师，刘部，方教授您好。刚才那堂考核课我旁听了，振聋发聩啊！胡启明那套陈词滥调早就该被扫进故纸藏了。您过奖了，我是来给你提个醒的。你赢了课堂，但胡启明不会善罢甘休，你得当心，别光顾着准备课件，被人从背后釜底抽薪。多谢方教授提醒，只是您为什么特意告诉我这些？因为你今天在讲台上痛斥的那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快10年了。陆老师，好好干，别让我们这些还有点风骨的老家伙失望。月利率1.5%，明面上合法，但真正的杀招都藏在附加条款里。服务费每月0.8%，账户管理费每月0.5%，逾期罚息按日5%复利计算，所有隐藏费用和复利陷阱叠加，速达金服的实际年汇利率高达78.6%，这是典型的非法超利贷。根据最高法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解释，超出年利率36%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孟家已经支付的超额利息，完全可以依法摧毁。胡启明在省级大赛上设局，是阳谋，在明处；速达金服藏在暗处，是阴谋。要破这个局，必须让暗处的敌人先动起来。
历史上，所有秘密组织扩张的初期，都依赖这种低门槛、高回报的模式来吸收外围成员。贪婪是最好的诱饵，反应这么快，不是简单的注销账号，是技术手段远程清除了所有痕迹。我打草惊蛇了。既然你们的人已经把整栋楼都清空了，就把门关上吧。古代战争，斥候是君王的眼睛。你们的部署很专业，但犯了兵家大忌，轻敌。从行政楼到求真路，你们布了3个观察哨，互为犄角，很标准的现代反恐盯梢阵型。但你们忘了，这种阵型源自古罗马的鹰眼战术。它的前提是目标对监视一无所知。当猎物从一开始就知道猎人的存在时，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猎人画一幅暴露自己位置的地图。你们的行动路线部署变化，在我这里就像这沙盘一样一清二楚。这种模的监视网在古代是用来防备在京为治的敌国储军的。你们对我这个历史老师还真是看得起。陆老师，你看到的没错，但我们的首要目标从来不是你。我们监控的是一个我们长期追踪的危险组织。就在刚才，我们截获了一次指向他们的异常通讯信号，而信号的触发与你有关。速达金富，看来你了解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我来是想提醒你，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对方的最高警觉，我建议你立刻停止。建议，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已经把诱饵放进了蛇的嘴里，现在你们要考虑的不是劝我收手，而是怎么在我把整条蛇拖上篮的时候，及时来收网。收网？你说的诱饵到底是什么？诱饵就是我刚才的行动。我用一个全新的身份，在东华圈上接触他们的底层代理，这在兵法上叫投石问路。但我问的不是路，是他们的反情报系统。你们截获的那个异常信号，就是蛇头被惊动后下达的清除命令。一个普通的校园贷，需要这种能瞬间抹除一切痕迹的数字蒸发能力吗？你们有雷霆手段，却把它当成金融案件在查，所以你们只看到了冰山一角。我没有你们的权限，但我能从历史中看到它真正的组织形态。请示的时候，帮我带句话给龙天明处长，告诉他，速达金服的资金模式、人员清洗手法和历史上某些境外情报组织扶植的白手套高度同格。学生孟家的悲剧不是终点，而是他们进行社会压力测试的起点。这条线关乎的不是金融秩序，是国家安全。我会如实上报。情况就是这样，他称其为历史同后分析，并点名要将信息传达给您。一个历史老师，不仅洞悉了我们的存在，还反过来给我们指派任务，有意思。把他提供的分析框架接入文渊数据库，与蝰蛇专案的卷宗进行交叉验证。是，处长。报告处长，模型有效，它标记出了3个我们从未注意到的关联节点，其中一个指向的空壳公司，与蝰蛇专案一名关键人物的资金路径完全重合。它的价值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它不是线人，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武器。启动文渊阁计划预案，将陆之源的定位提升为丙级合作顾问。丙级？处长，那意味着他用10分钟的推演，为我们省下了至少3个月的外线摸排。这个级别，他受之无愧。通知萧然，让陆之源安心准备他的教学。从现在起，关于速达金服的所有线索由总署直接接管。刚收到的通报，有人向省教育厅实名举报，要求以教学内容违规为由，取消陆之源参加省级教学创新大赛的资格。通知省厅的相关部门，陆之源老师的这堂课，现在是文渊阁计划的一部分，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任何试图干涉的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对他进行最高等级的背景审查。我要在明天天亮之前看到他的一切。是。陆老师，我是萧然。说。上级的命令，关于速达金服的线索，总署已经启动净网专案全面接管。从现在起，你的定位是丙级合作顾问，也是受保护资产，请你终止一切个人调查行为，别造成不必要的变量，保持联络。别多管闲事，
小心你查到的资料变成你的讣告。小月，我还是担心陆老师这么查下去，苏达金坊那些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看，他们真的找上门了。陆老师一个教书的，怎么跟他们斗？你觉得一个敢在公开课上为了维护学生，当众驳倒胡启明教授，用一场讲座就让整个历史沸腾的人，会怕这点上不了台面的小伎俩吗？可那些人玩的是阴谋诡计。陆老师这种能把古代帝王心术都分析为其特扯的人，会看不出传他发生的把戏，跟以前那个照本宣出的老师完全是两个人。志远啊，恭喜！听说院里推你去参加省级教学创新大赛了。胡教授客气了。年轻人有新想法是好的，但省里的老专家们思想比较保守，有些太新潮的观点，我怕你吃亏。要不课件先拿来我帮你看看，毕竟史料的解读和历史观的严谨性才是他们最看重的。多谢胡教授关心。不过我想，创新的意义就在于挑战保守的观点，就不劳您费心了。好，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那我就预祝你马到成功了。黄鼠狼给鸡拜年。白天方教授刚提醒我，晚上就来套我的底牌，想看我准备讲什么，好提前下药。那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关公面前耍大刀。今天我们来复盘一场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淝水之战。史书记载，东晋8万兵力对阵前击80万大军，结果是8万大胜80万。我想问，你们觉得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是什么？陆老师，我认为是兵力那么夸张，加上东晋军队的战术得当和将士用命。但无论如何，兵力是战争的第一要素，这是军事常识。很好的回答，完全符合军事常识。但常识有时候会蒙蔽我们的双眼。答案是一条假新闻。假新闻？陆老师，这太匪夷所思了！80万大军怎么可能被一条假新闻打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推演的核心。前秦军队看似人多势众，但内部民族成分复杂，人心不齐，这是一个致命的先决条件。但就在此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东晋降将朱须，他在秦军阵中用尽全力大喊：“秦军败了！”这就是那条假消息，它像病毒一样在军中传播。前秦士兵本就无心恋战，听到后方传来败讯，以为主力已溃，于是争相逃命。一条假消息在特定的环境中引爆了早已埋下的火药桶，这才是这之战以少胜多的真正密码——信息战和心理战。原来仗还能这么打，受教了。那么，这种千年之前的智慧，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你们未来会进入商界职场，你的竞争对手发布一份看似权威的市场调研报告，宣称你的产品有致命缺陷。你怎么应对？你的同事在茶水间散播关于你背景不干净的谣言，你怎么破局？记住，信息本身没有力量，但引爆信息的人和时机有。看透这一点，你们就能在未来的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校对，根据陆志远提供的模型，我们对速达金服的资金流进行了反向追踪。发现了几个新的可疑账户，继续深挖，把所有关联方都给我挖出来。按规定，将丙级合作顾问陆志远的信息与奎泽专案数据库进行交叉验证。这是怎么回事？报告，系统触发最高级别冲突警报，陆志远的身份信息与蝰蛇专案的核心目标存在未知的高度关联。陆老师，有事儿？院长，我为一名学生而来，孟佳，历史系大2的学生。去年因速达金服的债务问题被迫退学，我想申请让他复学。复学？他的退学手续半年前就办完了，学籍档案都转出去了，这不是盖个章就能解决的事儿。我查阅了校规，根据东华大学生学籍管理规第4章第21条，因家庭经济困难等非学业原因中断学业的学生，经院小审批和教务处审核后即可恢复学籍。你准备得很充分，学籍的问题院里可以出面协调，但现实问题呢？他当初就是因为欠钱交不起学费才退的学。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陆老师，我原则上同意，但有个条件。省级教学创新大赛，你好好准备。如果你能为我们东华大学拿到一个省级1等奖，学校会以特殊人才培养专项基金的名义，解决孟佳的全部学费和住宿费。这个基金本就是为像你这样的人才准备的。现在你用你的才传为另一个学生争取机会，合情合理。好，一言为定。陆老师，请等一下。
老师，我得好好谢谢您。我是传媒学院大3的王浩然。同学你好，什么事儿这么激动？您上周讲的王朝兴衰周期率，我把它用到了我的课程作业里，做了一个分析互联网网红迭代的短视频。您看，视频火了，连 X-Ark 日报的新媒体都转发了，评论区都说这才是把历史学活了。我以前总觉得历史就是些故纸堆，没想到还能这么用。历史不是故纸堆，它是我们脚下的土地。看清了来路，才能走好未来的路。谢谢您，陆老师，你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是陆志全老师吗？我是速达金服的前员工，我手里有他们内部的客户心理画像数据模型，我愿意把它交给你。你怎么知道我的私人号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能把他们一网打尽。我们见一面。萧然，刚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速达金服的线人，想用核心数据模型当诱饵约我见面。我的判断是陷阱，对方的反侦查意识很强，但语气里的一个细节暴露了问题。他在模拟一种历史上叛徒交投名状时的典型焦虑，但演得过火了。这是在投石问路，试探我的反应，或者干脆就是钓鱼。你们的网该收了。收网行动结束，你画的那张巢穴推演图精确到了每一个出口，我们的人进去如入无人之境。胡启明呢？惊喜！我们在速达金服的主服务器里找到了一个加密账本，你猜怎么着？胡启明教授的名字赫然在列，他不仅是保护伞，还是他们洗钱的操盘手。那么孟家的案子可以并案了？何止并案，有了这份账本，胡启明在学术界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雷震队长让我转告你，这次你立了大功，你那份用信息鸦片来背语他们扩张模式的报告直接升报上去了。还有一件事，你的那份历史推演报告，总署战略研究室的几位老先生也看到了，他们对你即将参加的省级教学创新大赛很感兴趣，想亲眼看看一个能看透历史的人会怎么给未来上课。各位请看，这就是2战前法国倾全国之力修建的马克诺防线，300多公里长，耗资50亿法郎，永备工事深入地下近100米，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炮和机枪。如果只看这些数据，你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坚不可摧，任何从正面发起的进攻都会在这条钢铁防线面前撞得粉身碎毁。非常标准的答案，法国的将军们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相信自己的数据，相信自己的逻辑，相信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叹息之墙。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们，整个防线的设计都基于一个致命的假设呢？他们认为，像阿登这样森林密布、地形崎岖的地区，德军的装甲集群绝无可能通过。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当所有人都盯着正面战场的数据时，却看不到那个决定全局的阿登森林。陆老师，省教学规范委员会那边刚发了一份教学创新评审指导意见。哦，名义上是统一标准，但有几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什么反对过度解读和历史虚无主义，什么警惕以表演性教学取代系统性教学。胡启明这次是动真格的了。这份文件的起草人之一就是他以前的学生，他这要用学术正统的帽子在全省专家面前把你压死。如果胡教授能把这份钻营的精力用在治学上，他在宋史领域的引用数据也不至于10年都拿不出手。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学术标准是探究真理的工具，不是党同比异的武器。他想玩标准，我就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标准。胡启明的人在评审桌上等着看一个靠 PPT 讲故事的年轻讲师，那我就给他们上一堂真正的历史学研究课，不用 PPT， 就用粉笔和大脑，现场给他们做一次史料推演。陆老师，这是孟佳让我转交给你的，他的复学申请，他妈妈已经签字了。他退学前总说历史就是死记硬背，太绝望了。要是早点有老师教他怎么从史料里找线索，也许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他的复学申请，我今天就交到教务处，学籍恢复的手续我会亲自跟进。还有，我前几天去了师德师风办公室，我没有撤销举报，但我如实补充说明了我后来看到的一切。我没有替你说好话，也没说坏话，事实是什么我就说什么。谢谢。不用。省级教学创新大赛，加油！喂，陆老师，
我刚从省里的朋友那儿拿到了大赛的最终评审名单，说，一共5个专家，我知道其中一个宋史专家最讨厌夸夸其谈，但也最爱惜真正的天才，是福是祸看您自己了。拭目以待。恩师蔡公军舰，学生启明痛心疾首，不得不呈上此份材料。为维护师门与学界孙誉，恳请您为教育事业清除此等害群之马。斯文扫地，学界败类。各位，我建议立刻取消东华大学陆之源的参保。爷爷在忙正事儿，长话短说。爷爷，快看这个，我们班同学都转疯了。一个历史老师用安史之乱讲公司管理，简直是神仙视角。又是网上那些哗众取宠的东西，不看。哎呀，您就看一眼嘛。我发给您了，保证比您那些发霉的古董书有意思。所以安禄山不是简单的叛将，他是盛唐集团最大的区域合伙人，手握范阳、平游、河东3镇的兵马和财权，业绩卓著，却始终得不到总部的信任。当 CEO 李隆基开始削藩，收回权力，这场创始人危机就注定要爆发。各位，我收到举报，指控东华大学的陆之源存在严重的学术呈现问题。我提议为维护大赛声誉，必须立刻撤销他的参赛资格。沈教授，这份材料正式的案件编号也没有调查组的最终金章，我们以此为据直接取消资格，程序上恐怕站不住脚。蔡教授，内容触目惊心，还要什么程序？难道要等丑闻在大赛上爆发，让我们整个省的学界蒙羞吗？怀瑾，我们是教学创新大赛的学术委员会，我们的职责是评判教学的质量与创新，不是担任纪律检查的角色。根据评估参校人教学内容的创新性与有效性，师德问题自有东华大学的纪律部门和上级主管委去调查去处理。那我们就按程序来。后天的评审，我会用最严苛的史料考据标准来审视他的每一个论点、每一个推演，我都会用3重证据法来检验。我倒要看看他那些哗众取宠的历史新说，在真正的学术标准面前能得几分。同学，你也是来听陆老师的课的？何止是听课，我专门从深圳飞过来的，就因为看了陆老师分析汉萨同盟的视频，才把卡了半年的重组方案做出来。今天这是来朝圣的。我是隔壁师大附中的历史老师，教研组长特批的假，让我来做笔记。陆老师用宋代骄子讲明白地带危机，现在是我们选修课的必看教材。陆老师，这根本坐不下了呀，安全都有隐患了。别管坐不坐得下，维持好秩序，只要不出乱子，人越多，展示效果越好。正好让大家亲眼看看历史的光是如何照进现实的。你们每天通勤的路线，它的拥堵与冲痛，背后是几百上千年城市规划的沉淀。读懂了历史的骨架，才能建设好未来的城市。一个文明为何崛起，又为何衰落？是技术，是文化，还是制度？历史能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最深刻的境界。历史是人类所有经验与智慧的数据库。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让我们用1天的时间，去学会别人需要1年甚至1生才能掌握的知识？人工智能用历史？没错，历史不再是固执堆，而是活的数据。人工智能就是我们解读这些数据的钥匙。预测只是第一步，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是创造。他不会真的要现场做一个模型吧？我要在这堂课上现场构建一个基于历史动力学的社会博弈推演沙盘。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背后都有无数条因果链在驱动。我们将这些变量，比如经济基础、技术水平、地缘关系、社会思潮，全部数据化、模块化。当我们把这些基础结构搭建完成，一个微缩的、遵循历史逻辑的世界就诞生了。
现在需要一位志愿者，来为我们这个新生的世界注入第一个灵魂。王浩然同学，你来吧。老师，请说出一个你最熟悉的、结局已定的历史事件。赤壁之战。很好。天哪，真的推演出来了！老师，您这个是不是就是一段预设好的动画呀？我是计算机系的，这种根据关键词触发特定动画的程序并不复杂，只要您提前做好几段视频。我们说赤壁，您就播赤壁的；我们说官渡，您就播官渡的。这位同学观察得很仔细，也很有想法，请上台来。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有机会与他互动的人。你可以设定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局面，任何天马行空的初始条件，看看这个动画能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别紧张，请问你想用什么样的问题来测试这个动画呢？陆老师，我的问题不谈历史，很现实。如果我想在咱们学校旁边开一家咖啡厅，我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它能活下来，并且打败其他竞争对手？同学，这个提问恐怕不成立。商业决策推演需要海量的市场数据、消费者画像、成本核算，这些核心数据我们都没有，任何推演都只是空中楼阁。没错，没有数据谈何推演，不过是故弄玄虚。欧阳教授说的对。传统的商业分析确实离不开精确的量化数据，但历史研究恰恰最擅长在信息不全备的情况下，从软信息中寻找答案，比如人心、文化、社会结构，这些同样是决定成败的底层逻辑。所以你的问题我接了，我不需要任何数据，只用一个历史故事就能告诉你答案。古代文人雅士喜欢玩一种叫投壶的游戏，把箭矢投进远处的壶里。假设有一位富家翁在他举办的雅集上，所有宾客都可以参与投壶，赢者有重赏。但奇怪的是，每次最终获胜的都是他自己那个看起来并不出众的儿子。你们觉得是为什么？难道他儿子是神射手？老师的问题肯定没这么简单。因为这位富家翁为他儿子建立了一道看不见的护城河。也许他给儿子用的箭重心更稳，也许他儿子站的位置顺风顺水，又或者满场几十个壶，只有一个壶口比别的宽了那么几分，而只有他儿子知道是哪一个。现在回到你的咖啡厅，你的产品也就是咖啡本身可能和别人差不多，但你的护城河在哪里？你能不能和学校所有社团达成协议，他们的活动区你免费提供，但条件是所有活动饮品必须由你供应。你能不能推出一个学分兑换计划，学生凭记纸可以打折，把消费和荣誉感绑定？你甚至可以把咖啡变成校园非官方的第二图书馆，定期举办考研考公的免费讲座。当你的咖啡厅不再仅仅是卖咖啡，而是成了一种社交货币，一种学习场景，一种身份认同，你觉得你还需要担心竞争吗？老师，我懂了，谢谢您。我的课就到这里，各位评委老师可以提问了。陆老师，你这套基于软信息和历史结构的推演方法是你独创的吗？我只是站在了无数史学巨人的肩膀上，将他们的智慧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了起来。历史学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模型，模型总有边界，你的推演能应对历史上的黑天鹅事件吗？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一个天才的偶然发现，是否会让你的模型彻底失效？历史无法被精准预测，我的模型是无限逼近那个驱动历史演变的第一因。它能告诉我们，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哪里是礁石，哪里是航道。它给我们的是选择最优路径的智慧，而非杜绝一切风险的幻想。陆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历史的走向真的存在可以被推演的底层逻辑，那是否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挣扎、所谓的自由意志，都只是这巨大逻辑链条上一颗无足轻重的螺丝钉？
历史的逻辑是由无数人的选择汇成的江河。我们研究它，不是为了向命运屈服，而是为了看懂潮水的方向。正是因为看懂了，我们才拥有了选择的权利，是随波逐流，还是奋力一搏，逆流而上，甚至去开凿一条属于自己的河道。历史给了我们地图，但路要靠我们自己走。陆之源老师，你的课很精彩，但你的师德配得上这台课吗？陆之源老师，你的课很精彩，但你的师德配得上这台课吗？在评委组给出最终意见之前，我必须向在场所有个人公布一份我刚刚收到的由纪律大学委员会转来的正式投诉材料。投诉内容指控你陆之源讲师不正当利用师生关系，诱导学生参与针对校外非法金融组织的高风险社会调查。方教授所言极是，我之前就提过，要用最严苛的史料考证标准来检验陆老师。现在我正好用我的3重证据法来现场分析一下。第1重，物证，这份盖了章的投诉信就是铁证。第2重，人证，当事学生就在台下，他所面临的危险就是陆老师行为恶劣后果的明证。第3重，逻辑证据，一个老师不思教学，却引导学生去接触社会阴暗错，其动机本身就违背了师德。3证既违，陆之源，你还有何话可说？陆老师，请你当着所有评委和学生的面回答，沈教授的分析以及这份投诉是不是真的？投诉确有其事。你承认了？我承认，投诉信是我的学生写的，他去调查也确实是在我的引导下，但我不能认同沈教授的3重证据法，因为在我看来，这堂课上我所展示的历史推演和我引导学生去做的社会调查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我的教学理念就是知行合一，如果历史知识只能停留在黑板上，那它就是死的。只有当学生能用它来分析现实、解决问题、保护自己时，教育的火焰才算真正被点燃。巧言亮色，你让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学生调查危险的苏达金夫，这是教育还是把学生推入火坑？方教授，我就是那个投诉人，我承认，投诉信是我写的，因为当时我确实不理解陆老师的做法，我害怕，我恐慌。但我现在站出来是要告诉大家，我错了。陆老师不是在利用我，更不是把我推入火坑，他是在救我的室友孟佳。他教我用长平之战的兵力模型去分析速达金服的资金链条，用古代战争的后勤补给逻辑去推演他们的人员部署。他不是让我去冒险，是给了我一副能看穿陷阱的眼镜。一派胡言！就算你自愿，也改变不了他让你涉险的事实。国家战略情报总局，陆之源老师是我署侦办速达金服特大金融诈骗案的重要合作顾问，他的一切相关行为都在我署的指导和保护下进行。现在谁能告诉我，是谁在妨碍我署的顾问执行公务？看来2位教授需要一些补充信息，来理解妨碍国家公务的严重性。经核实，陆之源先生在我署一项代号为“烛龙”的行动中，提供了决定性的情报支持。他利用其深厚的历史学知识，通过分析历史上秘密社团与犯罪组织的结构演变规律，为我署提供了关于速达金服组织架构和行为模式的精准推演模型。此模型直接促成了该案的突破性扩展。陆之源先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保护学生的前提下，对我署工作的主动无偿配合。以上情况属实，战略情报工程组对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现在，我需要为这份官方记录写上结论：是谁恐吓关键案件的证人？各位评委老师，关于我的师德与教学资格，各位评委老师在历史的记录上，是否还有需要补充的注解？陆老师，你不是在教历史，你是在复活历史。这堂课为我们所有历史教育者都上了一课。陆老师，孟佳明天下午6点的高铁到站，但我们临时有随堂测验，实在走不开，您能帮忙去接一下他吗？没问题，把车次和车厢号发我。太好了，谢谢陆老师。等他安顿好，我们宿舍请您吃饭。客气了，我喜欢吃糖醋里脊。萧然，昨天在会场多亏有你，还没来得及正式道谢。陆之源老师，出什么事了？我的上级雷震队长要立刻见你。雷震，你的态度，我们不是盟友吗？这是命令，请吧。小然，我们并肩作战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至少该给我一点提示。纪律，到了你就知道了。
下车。坐。陆老师，客套话就不说了。你昨天在省级教学创新大赛上做的那个推演，知道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吗？关于白鹭洲能源争端的那个历史模型，你当着200多名学者和官员的面，用一个历史模型精准预测了那场争端未来3个月的走向，甚至指出了破局的关键节点，落到境外情报机构或者国际金融巨头手里，他们就能预判我们的经济对策，精确打击我们的产业软肋。所以，你们掐断了直播信号？对，我下的令。你那堂课的后半段，一帧画面一个字都没有流出去，在场所有人的手机录音笔、电子笔记，我们连夜做了技术排查，所有相关资料全部列为 S 级保密档案。我知道你不高兴，但这事儿关国家经济安全，没得谈。雷队长，你说没得谈，是因为你认为这是单方面的命令，而不是一次沟通。那你认为我们之间存在沟通的基础吗？基础就是你们需要我的历史推演能力，而我需要一个能让我安心教书的环境。有趣，你的档案我看过，东华大学历史系讲师身负债务，差点被开除。你凭什么觉得你的环境比国家安全更重要？我从没这么觉得。但如果连一个老师在3尺讲台上的尊严都无法保证，那我们谈论的安全未免也太脆弱了。好，说得好，看来我们之前的评估报告还是太保守了。经总署战略研片，从今天起，你的个人档案提升为的特殊人才。国家将对你的人身安全、知识产权权进行最高级别的保护，但同时也意味着你所有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研究和推演，都必须向总署报备，并接受风险评估。这等于给我戴上了紧箍咒。孙悟空的紧箍咒是惩罚，你的这份是护身符，它只在你试图冲出轨道时提醒你，但在轨道内，它能帮你挡掉所有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框架协议，你可以不签。想让我签，我有2个条件。说来听听。第一，我的历史推演课堂，只要是在教室里面对我的学生，你们不能在授课期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课后怎么评估、怎么处理是你们的事。第二，我的学生孟佳，因速达金服的迫害而休学，现在好不容易回来，我不要特权，但我要他能得到应有的学业辅导、心理支持，以及一个绝对安全的学习环境。还有，我答应了明天下午6点去高铁站接他，我人在这里，怎么去？小冉，调出东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孟佳的档案。是。小冉在，协调东华大学把孟佳同学的档案从社会流失转入特招序列，对接周院长，1小时内办好。明天下午你亲自送陆老师去高铁站，接到人，确保他们安全返回东华大学。从现在起，陆老师的所有行程都由你规划 ，A 级安保标准。是。那么，我们也有个要求，下周3，你去省里领省级教学创新大赛的奖。我们会派2名安保人员随行，公开身份是省教育厅的随行干部。好。皇宫，小雷，我这里刚接到北洋大学沈怀金主教授通过正常渠道递交的正式请求，他想和你在教学大赛上发现的那位历史系青年才俊谈一谈。他们动作很快。是，我明白。我把他的通讯球转接给你了，让他听听吧，也好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大的分量。您好，请问是陆之远老师吗？冒昧打扰。我是北洋大学的沈怀钦。沈教授您好，我是陆之远。陆老师，我想代表北洋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用，正式邀请您加入我们，担任特聘研究用。不需要任何常规评审，我会联合院里3位资深院士直接推荐。您将拥有查阅我卷3级保密历史档案的权限，并为您组建专属的研究团队。我个人非常希望能与您共事。沈教授，感谢您的厚爱，但这件事……当然，这是重大决定，您可以慢慢。我手下有一批学生，他们刚从历史的固执堆里看到一点光，相信自己学的不是屠龙之术。还有一个叫孟佳的女生，半年前被速达金服逼得退了学，今天才刚刚办好复学手续。我现在走了，他们怎么办？哈哈，陆老师。你这番话恰好解释了你为什么能提出那个历史动力多维模型，因为它的根基是人。我明白了，北洋大学的大门任何时候都为您敞开，不管是明天还是……谢谢您，沈教授。那先这样，期待未来能与您当面交流。再见。再见。陆老师，我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欧阳修远，这个时间打扰，实属无奈，但时不我待。欧阳教授，您。
您好，我看了您那堂课的内部录像，我研究了20年沙盘推演，全是缝缝补补，而您当着我的面用历史规律，20分钟就拆解了我们最头疼的那个对手的全部战略逻辑。陆老师，我代表国防大学邀请您担任我们非对称战略研究项目的首席战略顾问，郑教授职衔，直接进入我们的军事顾问体系。我们最高级别的战棋推演平台，您有最高权限，所有研究成果直达最高决策层。你要人给人，要资源给资源，整个项目您说了算。欧阳主任，这些条件是因为北洋的沈怀琛教授吗？陆老师，他们能给你的是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我们能给你的是功，是让思想成为捍卫国家的力量。雷队长，谢谢你们，但我对北洋的名和国防大学的功都没有兴趣。陆老师，这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这2个机会，任何一个都足以改变你一生的轨迹。我知道，但我的轨迹在东华大学，我的课还没上完，我的学生还在等我。您好，陆老师，我是蔡景和，冒昧打扰。你好。评审会上，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差点因为傲慢埋没了一个能改变历史教学的人才。我反思了1天，光口头道歉毫无分量。我已经连夜写好了一份补充说明函，附上我的个人亲笔推荐信，明天一早就会递交到省教育厅的档案库。以后在学术界，谁要拿规矩压你，你随时找我。谢谢您，是我该做的。对了，省内几所高校的校长托我问问你的意向。麻烦您帮我回绝了吧，我没有离开东华大学的打算。陆志远，你手机怎么回事？一直占线，省里的获奖名单下午就公示了，那些顶尖大学的电话是不是都打爆了？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周院长，您别急，我能不急吗？我知道咱们学校庙小，留不住你，你要走我不拦。调榜离职手续我亲自给你跑，绝不卡你1分钟。周院长，您这是巴不得我走啊？我这是留不住，你给我透个底儿，到底哪家？我也好死了这条心。来的电话是不少，条件也很好，但我一个都没答应。全拒了？为什么？周院长，在北央，我的历史推演模型是象牙塔里的一篇新论文，在国防大学它是沙盘上的一种新算法，但在东华，它能成为一个普通学生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他们面对未来浪潮时手里最硬的底牌。我有个学生叫孟佳，半年前被逼到绝路，像他这样的学生在东华不是少数。他们可能没有最好的天赋，但只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工具，一个看到希望的机会，他们就能创造自己的价值。把这样的学生教出来，比拿任何头衔都让我觉得有意义。周院长，我不走，但是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我希望您能和校方沟通，历史的价值在于经世致用。我想在咱们学院成立一个数字人文与应用历史中心，用历史规律做产业分析，做市场预测，做文化 IP。我听我导师说，北洋大学那边为了抢陆老师，直接承诺让他独立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这还怎么比？国防大学那边更直接，说是请他去做战略推演。咱们东华拿什么留人？同学们，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陆老师的去向，他的才华不应该被我们这间小庙束缚。我不这么认为，你们只看到了那些头衔和待遇，但你们忘了陆老师第1堂课说的是什么？他说历史是用来解决我们身边的问题的。可现实就是现实啊，小月，谁能拒绝那种机会？等等，你们快看校园论坛半年前的这个帖子。楼主别怕，对方的合同看似天衣无缝，但违反了唐律述议中关于出举的利率上限和私契的公平原则。你可以以此为据，向校方和司法部门申诉。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武器。发帖人就是孟佳，
他今天早上刚在下面回帖感谢，说帮他的人就是我们历史系的一位老师。用糖绿树液，用糖绿树液，这肯定是陆老师。你的学生，他们相信的不是一个历史讲师陆志远，他们相信的是你给的希望。你那个数字人文与应用历史中心，如果它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产业分析和文化 IP 呢？如果它的真正价值是为国家培养下一代的情报分析员和战略预判人才呢？情报分析师，战略预判人才。雷队长，你误会了。我的初衷只是想让我的学生，那些在东大学不被看好的普通孩子，能学到一点安身立命的真本事，不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你所说的那种人。我没有误会，安身立命的本事，在未来还有比预测趋势更硬的本事吗？你比我更清楚。你那个数字人文与应用历史中心在东华大学的体制内能走多远？周院长支持你，可它上面还有校长、校董会、经费、编制、场地，哪一样不是一座大山？你想给学生一把最硬的底牌，但东华大学的牌桌太小了，小到连发牌的资格都快保不住。你就算把王炸递到他们手里，他们也只能在村里的棋牌室上称雄。而我现在想邀请你和你的学生到世界级的牌桌上来，乃至最高级别的授炫，你只教他们如何看透牌局，如何成为制定规则的人。我需要看到学校的态度。态度是需要引导的。萧然，接通东华大学历史学院周院长的加密线路。喂，哪位？这个号码？周院长，你好，我是雷震。陆志远老师在我这里，他有一个关于数字人文与应用历史中心的初步构想，我们很感兴趣，但我们认为这个构想的格局还是小了。如果它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产业分析和文化 IP 呢？如果它的真正价值是为国家培养下一代的情报分析师和战略预判人才呢？周院长，东华大学有没有魄力和我们总署合作，共同承办一个全新的机构——战略历史推演研究院？雷队长，你说的战略历史推演研究用，编制、经费、场地由谁负责？我们出政策、出渠道、出最高级别的授权。东华大学出人、出场地、出学术的根基。经费，我们可以和教育部、财政部申请专项，但学校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好，这个研究院我们东华大学接了。雷队长，感谢你对东华大学的信任。我现在马上去向校长汇报这件事，就算我这个院长不当了，也必须办成。看到了吗，陆老师？这就是格局，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是国家在选择你，也是在选择东华大学。和战略情报总署局合作，国栋，这是天大的机遇。但说得对和做得到之间，隔着3000万的启动资金缺口和一套跨所有院系的编制协调，我们根本没那么多钱。没有钱又怎么了？我们手里握着全国独一无二的人才，一个能让国家战略情报局主动找上门来，点名要合作共建研究院人才。这种人才我们不给资源，有的人抢着给，大不了我把历史学院和考古系的家底全掏出来，砸锅卖铁也要先把这个研究用的架子搭起来。马校长，我守着这些固执队，给学校这艘漏船当了20年裱糊匠，哪儿漏了补哪儿。眼看着他从一流梯队掉下来，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我看到了换引擎的机会，我不想再补了。走吧，国栋，我们现在就去开会。我当校长这些年，信奉的就是一个稳字，9年没跟谁红过脸了，今天破一回例。由我校与国家战略情报总局合作，成立国家战略历史推演研究院。周院长，我没听错吧？我们是综合性大学，不是什么战略智库，搞什么国家战略历史推演研究用？你是想把咱们历史系变成算命摊子吗？马校长，我不是针对周院长，我是为了学校好。我们东华是搞学术的，不是开庙会，搞什么历史推演？
是嫌我们历史系的招生分数还不够低，想直接挂科变算命吗？学生毕业了去哪儿？给企业看风水，还是去给网红断吉凶？谈创新，我举双手赞成，但不能拿学校的百年师开玩笑。钱校董，各位同仁，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的日子真的过得很好吗？去年我们的招生分数线又降了12分，前年降了8分，照这个速度，不出10年，我们连招满本科生都成问题。到那个时候，你们的经费、你们的编制、你们坐着的这些位子，一个都保不住。各位可能还不知道，就在上周，国内最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和负责国家战略的核心智库都的特聘条件是千万级别的专项经费。那个人叫陆之源，就是我们东华大学的讲师，他没走。有陆之源在，教学核心就有了。有国家战略情报总署的合作，我们还愁项目不正统，学生没出路吗？没错，风险很大。但这个学校如果永远只挑稳妥的路走，等到连招生都招不满的时候，这间会议室里坐着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在这个位置上坐了9年，信奉一个稳字。今天就让我拿这把椅子赌一次。战略历史推演研究院即刻立项，启动资金，我先从校长预备金里挤出420万。马校长，我收回刚才的话，420万只是杯水车薪，剩下的缺口我来想办法。另外，我认识几个在文化部和温集团的朋友，或许能为研究院的项目找到出口。批了，陆之源批了。收到。你小子就不能激动一下？马校长赌上了，当场拍板，从他的校长预备金里挤出了420万的启动资金。钱校董也答应帮忙解决剩下的缺口。哇塞，你算了。总之，研究院的事儿定下来了，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就要挂牌了。好的，周院长。420万，周院长他们看到的是启动资金，是一场豪赌，而我看到的只是撬动未来的第一个支点，用历史的规律去推演文明的走向。一次成功的预判，其价值又何止于此？我准备将历史推演模型进行商业化应用。国家战略情报总书局这边有什么红线？模型本身的商业应用不限制，但它的核心是预测能力，这属于保密范围。皇宫很关注这件事，他特意交代，所有合作方都必须经过我们的核心审查。明白了。你选人，我来过滤。好。陆老师，那个公告是真的吗？您真的要离开我们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和历史系和过去的这段时光做个正式的道别。老师，无论您去哪里，我们都以曾是您的学生为荣。想什么呢你们？我说的是向历史系道别，又没说向你们道别。根据校方决议，国家战略历史推演研究用正式成立。而我将作为研究用的教授，继续给你们上课。欢迎来到新世界，同学们！从今天起，我们将一起开启一段新的历史。欢迎来到国家战略历史推演研究用，但各位先别急着高兴，这里不是历史系的延伸，更不是让你们混学分的避风堡。从今天起，你们的课堂作业
可能是为博古文创的文旅项目撰写一份扭转乾坤的策划案。你们的期末考试可能是向国家战略情报总局提交一份海外投资风险的历史推演报告，每一个项目都直接与现实挂钩。我这里不养懒汉，更不收懦夫。我需要的是能上战场的兵，而我的第一支部队只需要一个先锋排，名额30个。陆老师，我们不明白。我们听说有很多顶尖的学府都想请您过去，您留下来，我们以为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可现在您却要把我们大部分人关在门外吗？是的，有国内最好的战略研究院，许诺我接触未曾公开的史料库，也有人愿意提供庞大的经费，让我去主持一个足以名留青史的文化项目。去那里是去守护一座已经建成、藏品等身的博物馆，擦亮那些国之重器，当然是荣耀。但我更想做的是在一片荒地上，从打下第一基根桩开始，建造一座全新的博物馆。而你们就是我在这片土地上发现的第一批宝藏。社会或许因为你们的出身，给你们贴上了普通的标签，但在我眼里，你们是未经琢磨的璞玉，玉不着不成器。我留下不是为了让你们安逸，恰恰是要用最严苛的烈火淬炼出你们的光芒。这30个名额不是抛弃，是筛选，是军令状。老师，那要怎么选？不考试。今晚8点，校内观古平台将开放申请通道，提交一篇300字的历史事件分析，告诉我你认为哪段历史对今日之世界最有警示意义。我会亲自看每一份申请，见解、热情、胆识是唯一的标准。完了，我得赶紧把老师讲过的所有案例都过一遍，手机借我查查资料。孟佳，你的副学生身份我跟教务处确认过了，拥有同党申请资格，别让任何事成为你前进的阻碍。谢谢老师。过去总有人说史学无用，今天我就要带你们用事实告诉所有人，历史是最高维度的战略科学。8点钟，我等你们的答案。现在我问你们，有没有胆气为自己在这30个席位里杀出一条血路？陆老师也太突然了，说好的个人分析文，我准备了一整天。结果临开始才发邮件，改成小组限时解谜。邮件里说了，他更想看我们活用历史因果链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规则也变了，只要解谜成功，我们组就能全员入选，这是好事儿。别分心，这是机会，证明我们不是只会纸上谈兵。倒计时还有10分钟，最后一关了。西行孤影到底是什么？不可能是玄奘，项目背景要求是宋以后，时间线对不上，那会不会是马可波罗？但他不是孤影，他的游记里提到了很多人，都不是。再想想陆老师课上讲，不要只看事件本身，要看驱动线的经济和政治用意。我想到了，陆老师说过，很多历史记录的缺失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孤影可能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段被刻意抹去的航海记录。你的意思是，郑和下西洋之后，那些被朝廷销毁的宝船档案？对，就是这个。西行是方向，孤影是被灭去的历史。快把最终答案宝船间填进去。小月，你确定吗？错了，我们4个就都没机会了。因为陆志远老师教的东西，值得我赌一次。恭喜数字思路项目组，欢迎你的加入。我也是，我也通过了，我们4个都通过了，进了，我们都进了，我们做到了。小月，你干嘛？兑现承诺啊。喂，陆老师。我们4个都通过数字思路的考核了，用您教的方法。恭喜你们！说好的请您吃饭，您看明天晚上有空吗？就在学校东门外那家，糖醋里脊做的很好吃。好。陆老师，我们先说好，今天是我们请客，您可千万别跟我们抢着买单啊！放心，今天我身无分文。您还身无分文？现在校园论坛上都说您是行走的文献库，闭着眼都能说出3000年前的物价了。论坛上还说我能夜观天象，预测下周的考试重点呢。陆老师，我想敬你一杯。以前我以为大学就是个骗局，交了那么多学费，学的都是些以后用不上的东西，最后还被速达精那种东西逼到差点退学。我恨过这里，但现在不恨了，因为我遇到了您。之前因为速达精服的事儿，你落下了半年的宋明经济史，开学后作业要好好补上。
想跟上数字思路的进度，基础得加倍打牢。我一定会的。陆老师，我们这次数字思路项目只选了30个人，听说其他院校意见很大，后面还会扩招吗？扩不扩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但我会去争取。真正的知识不该用炫系出身去卡住那些想学的人。哎，那不是咱们院的刘建军老师吗？他刚好像跟老板说了什么。几位同学，你们的单刚那位戴眼镜的老师已经结过了。哎呀，说好我们请的。你们以后出息了再请，到时候可别请这种路边摊了，起码得是能俯瞰江景的那种。那就一言为定，等我们以后年薪100万了，一定请您吃全世界最贵的和牛。报告队长，经查，胡启明以数字思路项目子课题的名义，通过3家由其亲属控制的空壳公司伪造数据和项目进度，骗取项目资金共计287万。江海瑞和信息咨询、海城数据服务中心、东辉学术交流。法人代表分别是他的妻子、妻弟和大学同学。项目的核心贡献归属卡清了吗？原始数据和算法的开发者是谁？项目报告中提交的核心算法，与他5年前指导的一名世界生的毕业设计，代码同源性高达76%。那个学生呢？我们联系过他，他对此毫不知情。毕业后因履历平平，去了一家小公司做基础开发。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未发表的研究成果被窃取并用于骗取国家级项目资金。另一条线，速达金服的加密网络有进展吗？报告队长，有重大发现。我们在对速达金服的加密通讯网络进行深度溯源时，追踪到了一个拥有最高权限的管理员 ID。在对胡启明那3家空壳公司的服务器进行数据渗透时，我们在第4层加密节点发现了完全相同的管理员 ID。也就是说，胡启明不仅仅是学术腐败，他很可能是速达金服犯罪网络中的一环，甚至是高层。将两案并案侦查，胡启明涉嫌的所有项目资金全部冻结，彻查到底。是，逮捕令今天下午已经批复，明天上午执行。陆老师，果然是你。看到我这个样子，你现在很满意吧？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是因为我，而不是你自己的错？我的错，我只是在修补历史的空白，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动了打扮她的人，很快就会有人把你从历史上彻底抹掉。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不是篡改历史。你越界了。人已经带走了，看到了。这是联合调查的初步通报，非涉密部分。经查，胡启明涉嫌窃取学生毕业生绩中的核心算法，用以骗取国家级科研项目资金，并已被证实为速达金服加密网络的高层管理员。校方今天下午就会发布内部通报，解除其一切教职。知道了。陆老师，宋一成，是我，陆老师，可算见到您了。再见不到您，我们博古文创下个月就要在行业历史上被除名了。宋老板，这里人多口杂，不是谈生意的地方。对，陆老师，您看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我在历史系的办公室太小，跟我来，我有个地方能让你们更清楚地了解我的合作方式。陆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博古文创总包了下个月丝路崇光文化博览会的数字展厅，合同是总包，2个月内必须交付。如果延期，光是违约金就足以让我们破产清算，彻底从行业里消失。现在账上的钱只够标发3个月工资，人心惶惶，已经被对家挖走了2个。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国家博物馆的数字技术中心也联系过我，想请我做他们丝路崇光项目的首席历史顾问。他们的设备、资源、人才储备都比你们强后100倍，按理说我应该选他们。但他们流程僵化，一个决策要盖10几个章。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缺这一个项目，失败了也伤不到筋骨。但你们不一样，你们是真需要这个项目活下去的人。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求生的意志才是最强。所以，我可以帮你们，但我的合作方式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陆老师，您说，我们都听您的。我要让我的学生全面参与到你们这个丝路崇光项目的实际构建中。您是说让他们来实习？
不只是参与，我要你们把项目的各个环节，从史料考定、故事线构建到场景设计、交互体验，全部拆解成我们历史系数字人文方向的课程作业。同时，你们需要抽调一线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作为我们东华大学的课组导师，对学生的作业进行检查、指导和打分。陆老师，恕我直言，这不可能，这不是进度问题，这是专业问题。数字文创的核心是统一的叙事和艺术风格，我们怎么能把一个完整的作品拆成30份作业，让30个学生用30种笔法去写，最后拼出来的不是艺术品，是怪物。我们的口碑就是建立在考据严谨上，一个学生提交了，万一有个疏漏，一个年代错误，一个人物关系大起搞混，我们赔不起这个信誉。宋老板，我们的人已经在连轴转了，再让他们去带学生去批改作业，我们不是在造船过河，我们是拆了船板给学生当课桌，这是自杀。何工，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对。陆老师，何工的意思是？我听懂了，而且我同意。何工，我问你个问题，你们上一个项目，为了一个明代飞鱼服的纹样细节，美术团队返工了几次？3次，不对，是4次。最后还是我们自己翻固执窝排版的。你们外聘的那位历史顾问呢？他正在国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邮件回复很慢。等他回信，我们黄花菜都凉了。那你们付给他的顾问费，和你们美术团队那几周的加扎费、误工费比起来，哪个更高？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现状。一边是好手穷英的学者，他们懂历史，但不懂市场，不懂叙事节奏，更不懂什么叫项目周期。另一边是懂流量、懂用户的创作者，他们能做出爆款，却让秦始皇吃上玉米，让岳飞用上马锭。学界骂他们没文化，用户嘲他们是文盲，而你们就夹在中间。请学者，你们等不起，也用不好，自己把踩坑赔上公司最重要的信誉。我说的对不对？东华大学是2本，我的学生底子薄，这些我都承认。但我创立这个数字人文方向，教学模式和你们见过的任何一个大学都不一样。我不会让他们在教室里对着固纸堆空谈3年理论，我会让他们直接上真刀真枪的项目，做真考据，写真脚本，参与真设计。你们的思路重光就是他们的课堂。项目的每一次迭代，对你们来说是产品，对他们来说是考试。你们的美术团队出一个概念稿，我的学生团队24小时内就能提供3份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但同样严谨的考据方案供你们选择。这比等任何一个大牌顾问的电荐要快多少？而且，宋老板，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模式跑通了，博古文创就是全国第一个把严谨的学术研究和顶级的商业文创开发彻底打通的公司。第一个。以后整个数字文创行业的人才标准、品控标准由你们来定义。宋一成，你再想想，当你们的发布会能请到国家历史研究院的院士来亲自站台的时候，你们还需要去求那些只看流量的投资人吗？这面旗帜插下去，能吸引来多少文化产业的专项基金和国家级奖项，你比我更清楚。干了，陆老师，就按您说的干。这个让学生把项目当课堂的模式，我们博古文创跟了。我称之为活态历史模式。活态历史，好名字。陆老师，蓝图再好，我们眼下只有2个月时间，丝路重光项目必须上线，不然公司就完了。这第一步，我们到底该怎么走？第一步就是解决你们最大的瓶颈。何工，你们目前卡在哪儿？卡在核心叙事线上，但找不到既有历史厚度又有戏剧张力的切入点。团队炒了半个月了，方案出了7、8个，全被否。把你们的租滤库权限开放给我。今天下午，我带我的学生开一场专题研讨会。明天上午9点前，3份完整的核心叙事方案、相关人员人物弧光、关键节点和考据支撑会发到你的邮箱。一个下午，3份方案。陆老师，我服了，我为我之前的短视和无知道歉。除了合作，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何工，请讲。我希望我们博古文创的内容核心团队也能旁听您的专题研讨。您在公开课里提到的那个历史展陈叙事线磨了3年，都没您那几句话点得透。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你们的人来不是旁听，是参与。来了就得跟着我的学生分组，一起查资料，一起接受最终的评审，一视同仁。没问题，就这样。能跟着您和您的学生学东西，是我们的荣幸。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宋老板，先把丝路重光做好，让公司活下来。等这个项目走上正轨，我会让你们看到，历史不仅可以被重现，还可以被推演。陆老师，
一个下午就要产出3份核心叙事方案，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通宵了，就怕跟不上您和您学生的思路。思路跟不上可以学，态度跟不上就没救了。今天他们既是参与者，也是评审员，一视同仁。何工，这是陆老师说的分组研讨，这阵仗比明星见面会还夸张啊！同学们，这里是消防通道，请立刻散开。讲座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随时可能被校方强制取消。错过陆老师一句话，可能就错过了一段历史的真相。就是，这可是活的历史推演，别说堵门，翻墙都值。陆志远老师，你看看这情况，再不疏散，出了安全事故你负全责。我代表校方命令你立刻取消这次活动。辛苦了，安全第一，我完全同意你的决定。这个地方确实不合适了，所以想听的都可以听，但我们得换个地方。所有同学，请保持秩序，跟我来。丝路重光核心方案的研讨今晚通宵进行，任务不变。但在此之前，我要让所有人、相关人员、你们的团队看到历史是如何被推演的，这是第一课。历史不是固纸堆里的记载，而是一座罗盘，它为过去定位，也为现在指明方向。欢迎来到我的第一堂课——活态历史。今天我们推演一场战争。现在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陆老师，是前行攻势，诱敌深入，2翼包抄。这是汉尼伯在坎尼之战中使用的经典战术。你的直觉很敏锐。任何一场经典的战役，都可以拆解成3步。第一，诱。第二，包。第三，歼。但这不是最难的部分，最难的是在没有无线电的时代，汉尼拔如何让相隔数里的2支部队在同一时间发起致命一击。这才是战争艺术的核心，时机协同。
老何，我们这是请了个神仙回来呀！何止是神仙，这是能改写行业历史的神迹，我们赌对了。谢谢大家，看来历史这门课也并不总是那么枯燥，对吗？但在大家离开之前，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回答几个问题。毕竟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知识，更应该是思考。陆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既然您的系统能推演过去，那我们能不能用它来改变历史？比如，我们回到过去，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直接把安禄山给解决了。很好的问题，充满了想象力。理论上，改变一个关键节点确实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历史是一条复杂的因果之链，而不是简单的多米诺广牌。如果你提前除掉了安禄山，盛唐的边防体系或许不会崩溃，但朝堂内部的权力斗争会立刻白热化。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党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规模同样巨大的内战。北方统一的进程也许会提前，但内部民族矛盾也会被催化。不出3代，或许会陷入更深的分裂。陆老师，我想问个更现实的问题：您这套推演系统除了研究历史，能用在商业上吗？当然可以。你觉得商业竞争是什么？是产品、市场、资金的较量？不，商业竞争的本质是资源、信息和势能的博弈。古代战争中的势，就是今天的市场趋势和品牌影响力；信息，就是用户数据和竞品情报。一份商业计划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出师表。陆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这个系统既然能推演人心向背，能模拟群体行为，那么它能否被用来预测，甚至操控一场选举的民意走向？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工具被制造出来，它就一定会被使用。你真正想问的，不是能不能，而是由谁来用，对吗？它有这个作用。这个系统可以用来复盘一场古代战役的全部可能性，找到最隐蔽的制胜方法。同样，它也能用来推演一场我们还未经历的战争。它可以帮你们洞察历史，也可以让某些存在直接成为历史。知识是工具，人心才是武器。下课。英超，这里是悠久，目标已公开确认其理论的 S 级军事应用潜力，请求启动1级响应。重复，1级响应。处长，技术处用他课堂上披露的理论框架，对我们上个月的红蓝7战略推演进行了复盘验证。结果，他的模型只用了我们1/10的算力，3分钟内就指出了我方防御体系的3个我们从未发现的足以导致战败的结构性漏洞，而我们自己的天机战略推演系统动用全部资源，耗时72小时，只找到了其中1个。处长，一个刚刚被公之于众的预言。立即启动1级战略资产保全预案。是。技术处以东华大学为中心，建立最高等级信号屏蔽区。行动队，现场所有听众就地控制，逐一甄别。我向总署申请临时管辖权。命令空中机动分队15分钟内抵达东华大学。明白。务必确保目标人物陆之源以及他脑子里的一切，万无一失。陆志远老师，关于您刚才在课堂上提到的战争推演，
我们有些问题需要和您单独聊聊。从求真路到这里，雷队长的聊聊，阵仗可真不小。陆老师，这不是聊天，这是根据国家安全法第77条进行的正式问询。今天来听你课的一共312人，你的在册学生、旁听人员，还有博古文创的那5位，全部需要就地隔离，逐一排查。他们只是来听一堂历史课，你的课已经超出了任何历史课的范畴。你的历史推演模型在3分钟内找到了我方指挥系统的3个潜在崩溃点，而我们总署自己的战神战略推演系统耗时72小时，只找到了其中1个。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们的战神是基于规则和参数的博弈，我的方法是基于人性和历史惯性的推演。具体解释。战神寻找的是系统逻辑上的是使用系统的人的决策漏洞。我为推演模型加入了对指挥官性格、决策习惯乃至整个指挥链条在压力下的历史行为模式。我们的推演中包含战略欺骗模块，为什么你的模型能免疫？因为欺骗本身也有历史规律。你们的系统被一个高仿真的佯攻信号吸引了全部注意力，但我的模型判定该信号背后的不符合其战略目标应有的规模，这在历史上是典型的围魏救赵式陷阱。你们的系统在计算最优解，而我在推演对方指挥官最可能的非理性选择。如果真假混杂的战场情报，你的模型给出战局走向的初步判断。我的方法不预设的程序，它是我分析历史的框架，唯一的瓶颈是我阅读和理解新材料的速度。把资料给我，我能在晚饭前给你一份全新的战局推演。他的推演逻辑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畴，对，是颠覆性的。明白。陆老师，再稍等一下，有一位老领导想亲自见见你。皇宫，您好，志远同志，一路辛苦，坐，先喝口茶。陆老师，你关于长平之战的复盘推演，我们战略分析局的初步评估报告已经出来了。报告认为，你的推演方法论基于公开历史数据，对数次重大地缘冲突的复盘，其揭示的内在因果链前所未见。国家对这种思想和方法高度重视，我们希望能够买断你的这套核心推演方法论。500万是合作的诚意。这位处长，恐怕不行。陆老师，你要清楚，你这套方法论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具备明确的战略应用潜力，属于高度敏感的智力成果。如果被敌对势力掌握，用于在认知领域制造混乱，在关键时刻误导决策，后果不堪设想。国家不可能放任它在体系外不受监管。500万只是一个开始，但你的方法论必须完整的掌握在国家手里，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天明，不要急，我想听听支援同志自己的想法。你刚才说不行，还是这个推演方法本身有什么我们没看到的问题？皇宫，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嫌钱少，更不是想藏私。我今天展示的方法，它的优势是看到了人性和历史惯性，这没错，但它的致命缺陷也恰恰在这里。它只能理解重复发生的历史，却无法推演从未发生过的未来。它能识别历史上的一个真正的打破所有范式的黑天鹅事件。把这样一个看似完美却存在单一失效点的模型交给国家，一旦在关键决策中被完全信任，后果不堪设想。这不是贡献，是埋下隐患。所以我说不行，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还没拿出来。我刚才展示的只是一个根据历史数据训练出的果，它能回答是什么，但无法回答为什么。而我真正要上交的是能结出无数种果的因，一整套历史推演与非对称对抗的战略思想体系。陆老师，我们天明，以后要称呼陆顾问。陆顾问，您别介意，是我唐突了。是你们的反应太快，快到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找不到。小伙子，我很好奇，你的这套思想体系师承何人？是哪位高人指点？没有具体的导师，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历史本身。我只是读了足够多的史料，看了足够多的兴衰成败，试着把那些散落时间长河里的规律重新串联起来，以史为师罢了。天明，去给陆顾问倒上热茶。天明是我亲手从前线带回来的兵，战场上是把好手，就是性子急了点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皇宫，它与单一模型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追求的不是预测的精准，而是组织的韧性。任何组织在面临外部打击时，最先崩溃的往往不是物质层面，而是思想和意志。我的体系核心就是为组织注入一种无法被轻易瓦解的思想钢印。思想钢印并非某种精神控制，而是一种基于历史必然性的集体共识。它让一个组织里的每个人在面对未知时，都能自发地做出最符合整体利益的选择。如何实现？是数据。当海量的数据推演了足够多的兴衰成败，它就能为组织找到一条韧性最强的思想脉络。理论我可以构建，但要让它真正运转，我需要前所未有的数据权限。什么样的权限？全部。
从前朝的宫廷密档到近代关闭的海外情报站点的原始电报，再到建国以来所有重大项目的决策记录，我需要一个能看到历史全面的视角。这些资料分属不同部门，保密等级错综复杂，从没有一个人。天明，我们之前的思路格局小了。我们原以为我们是想买一幅千里江山图，现在才明白我们面前的是能画出无数千里江山图的王锡成本人。我们不买画了，我们为你建一座前所未有的画院。原定的专家组案作废，我们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战略推演顾问委员会，而你是唯一的首席顾问。我的推演结果不经任何中间层次，你需要正报的全部资料，我以我的名义为你向各部门申请最高授权。皇宫，我愿倾尽所学，不求任何回报。我不要任何头衔和待遇，只要求您刚才承诺的资料权限和直接汇报渠道。你的条件我答应，但你的要求我驳回。陆志远同志，自古以来我华夏最重国事。何为国事？以天下为己任，以己身为薪柴。但若国家让薪柴在风雨中自燃自灭，为国尽忠者，国必护之。这是命令，不是商阅。我服从命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需要流程，但你的权限和安保等级从签字这一刻立即生效。好了，陆顾问，我问个私事，你东华大学的课以后还上不上了？上，当然要上。我答应过我的学生，要带他们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虽然他们现在，但我这个老师不能食言。听到了吗，天明？陆顾问的学生是的，正在接受隔离审查。排查工作不要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学习。是，初步甄别已经完成，没有发现直接风险。详细报告今晚就能提交。走吧，陆顾问，我让警卫局的同志先送你回去休息。具体的安保方案，天明会马上落实。雷震、萧然，到我这里来，立刻。处长。就在5分钟前，陆职员正式接受任命。从这一秒起，他的安保等级1级。1级，处长，这没有先例，这个跟10年前的程向东教授一个级别。对，所以我才叫你们来。雷震，你是夜鹰专案组当年的负责人，你给萧然讲讲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程向东教授的行动代号，他是我们国家卫星通讯加密技术的奠基人。10年前，他死了。官方结论积劳成疾，但我们内部知道那是谋杀。程教授死于一次年度体检后72小时，直到2年后，一份叛逃特工的口供才揭开真相。动手的是程教授最信任的博士生，他在体检前以预防流感为名，给老师注射了一支所谓的新型免疫妥合剂。药剂有问题，那是一种当时技术无法追踪的新型药剂。陆之源的思想刚硬，比程教授的加密技术更可怕，也更有价值。所以这次的任务没有预算上限，没有规则限制，我只要一个结果：保护陆之源。当年的失败，绝不允许再发生第2次，保证完成任务。陆之源，你可算回电话了，到底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今天下午学校里来了多少不说话的黑西装，连保安室的访客登记本都给收走了？院长，您别急，是战略情报总署的人，对我之前课堂上的一些分析推演感兴趣，来做个情况核实。情报总署，你跟院长交个底，你是不是哪个隐世不出的战略大家族的传人？还是当代的鬼谷子下山历练来了？院长，您见过哪个世家传人还欠着苏达金夫几10万的债，每天愁着怎么还钱的？院长，您要是去写小说，我保证第一个打赏。不说了，我到教室了。各位同学，从今天起，我们这个历史战略推演小组，连同我们所有的研究内容，被正式列入国家保密范畴。陆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的项目现在是国家2级涉密项目，在座的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不再仅仅是东华大学的学生。你们的新身份是国家涉密人员，第一份是国家2级涉密人员保密协议，第2份是我们小组内部的关禁守则。在签署协议之前，你们必须严格遵守。第一，从今天起，我们小组所有的推演内容、历史模型、因果链形式对外透露，相关人员口述、拍照、社交媒体发布将纳入安全监控范围，所有通讯记录会定期审查，严禁与任何境外人员讨论与历史、战略相关的话题。由国家战略情报总组局专人授课，如果有人违反条例，泄露任何信息，后果你们绝对不想体会。喂，你干嘛呢？删东西？删什么？快
帮我看看，我那个论证三国第一猛将是邢道荣的论坛帖子删干净了没？别问了，我得赶紧把我电脑里那些没注明引用来源的论文都格式化了。开始签字，一个一个上来，带上你们的身份证，签完名，按指纹。历史推演从不是预测未来，而是让每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命运的岔路时，能知道这些路口曾经发生的故事。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